8月将末的云梦依旧热得蒸人，池里莲花过了开市最好的日子，盈盈绿意胜过红颜，在风中倾叶，却仍有几枝开得迟的，亭亭立在水中，似是要留住夏天最后一抹色彩。蓝忘机同兄长一同经过莲花湖边的时候，忽然听得水面上传来一道声响，他生性警觉，想也不想便往湖中望去，只见摇曳的莲花莲叶间，不知何时竟凭空多出个少年，上半身悠然浮出水面，素色里衣被水浸得透湿，粘在皮肤上，勾勒出一段流畅的线条。少年手里抱了一尾鲤鱼，应当是刚从水里捉出来的，滑腻腻的在他的臂弯里挣扎，青色的鱼尾啪嗒啪嗒地拍打着水面。蓝忘机下意识皱起了眉，倘若是在姑苏，他估计早就冲上前去喝令那人赶紧上岸。在罚去抄写他犯的包括衣衫不整、行为不端、有失礼仪在内的10余条家规了，可很快又想起这里是别人家，不是他掌罚的云深不知处，便收回已经迈开的半步，侧了侧身子，眼角的余光中，又见少年手中的鲤鱼终于奋力挣脱了开去，扑通一声落回水中。他哎呀叫了一声，也一个猛子扎了下去。于是莲花莲叶又再度归于平静，只留下水面几圈浅浅泛开的涟漪。蓝曦臣略一低头，轻笑出声。江风眠一停下脚步，向二人解释道：“应速来顽皮，让二位见笑了。”蓝曦臣笑道：“少年人正该如魏公子这般无拘无束，这一点却是云深不知处羡慕不来的。”江风眠道：“比起蓝先生教书育人之术，江某只感到一声惭愧。算来他们也到了当前去贵府求学的年纪，届时还烦请蓝公子照拂一二。”蓝曦臣颔首道：“那是自然。”忘机。蓝忘机收回目光，肃然点了点头。话说魏无羡追丢了那尾大鲤鱼，心中愤愤，又随手抓了几条，可怎么看都不如先前跑了的那条好。估摸着时间于夫人也该回来了，他当然不愿浑身湿淋淋的待在莲花湖里等着被骂，干脆顺着水流游出了莲花坞，到山里祸害那些无辜的野鸡去了。等他在山头疯玩够了，悠哉重新回到家的时候，已经是第2日辰时了。魏无羡右手提了只肥硕的山鸡，袖口挽到胳膊肘，头发乱七八糟的像蓬草窝，那件可怜的里衣湿了又干，干了又湿，现在更是前后沾满了泥，几乎看不出原来的样子。风神俊朗的魏公子在莲花湖边对着水面打量了一番，深觉自己现在这副模样的确很没法见人。他胡乱揉了一把头发，将那只不知是死了还是吓昏了的山鸡抱进怀里，藏起那把暴露行踪的5颜6色的漂亮尾巴，站在岔路口开始思考对策。想要回到他的房间，除了翻墙游湖，有2条正常的路可走，一是经过正中央的议事厅，也就是示剑堂，二是从东边的教场上穿过去。他瞅着太阳估算了一下时间，觉得这会儿于夫人8成是在教场上看门生们练剑的，他定不能去撞这个枪口。又一想，今日也没听说会有外客前来，于是步子一拐，大大方方地朝示剑堂的方向走去。可惜他千算万算总有一失，走到示剑堂的大门前，他才发现里面竟然是有人，还不止一个人。桌子正对大门，他那身装扮又实在有些显眼，是以甫一露面，桌边的人便齐刷刷地把目光转移到他身上来，神色都不约而同的有些诡异。真是失策。魏无羡心想。于夫人第一个拍桌站起，厉声道：“你小子又去哪里也了？欠抽是不是？横竖躲不过，被看到就被看到了，反正也不是没挨过打。”这样想着，魏无羡不慌不忙地把山鸡从怀里抱出来，笑嘻嘻道：“捉点野味给您补补身子。”于夫人正欲在骂，身边江风眠忽然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先回去换身衣服吧。”魏无羡往前走几步，这才发现示剑堂里坐着的不止他们夫妻2人，还有2个穿白衣的少年。那2人，一人看着与他一般年纪，另一人则要成熟一些，都是一般的清秀俊朗，白衣如霜雪月华。看到他时，年纪稍大些的那人微微一笑，向他轻轻点了点头，而那与他年纪相仿的，却几乎是一眼瞪了过来，活像要亲自管教几句似的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
魏无羡也没空去管那2个陌生的少年了，得了江丰眠的台阶下，赶紧抱着他的山鸡一溜烟跑了。回去后，他想了想，那2人他虽上不曾打过照面，仅从容貌判断，也是能猜个8、9不离10了。白衣、墨额相仿的容貌，应当就是那赫赫有名的蓝氏双璧无疑了。魏无羡随手摘了片草放进嘴里嚼，盯着面前的钓鱼竿，心不在焉地问：奇了怪了，姑苏的人来咱家做什么？江澄没好气地瞪他一眼，让你昨天浪得找不着人，他们可是下午就来了。魏无羡奇道：那么标致的2个人来了，我怎会没看见？说话间，鱼竿动了。江澄一边收竿一边道：你那会儿正满世界找你的大鲤鱼呢，啧，这条也不是，跑哪去了？他随手一甩，手里的鱼扑通一声落入水中，如获大赦的游走了。